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麦克，我是老编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是 iPadOS 15里面实体键盘的输入体验，特别是底部预测栏可以最小化以后。先打开微软的 Word 看一下效果。新建一个文档。本期视频有点长，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。可以看到默认打字的时候，底部的预测栏是隐藏的，原来的时候底部预测栏是独占一行的，像这样子。我们切换到录屏状态看一下效果。可以看到现在的输入体验和桌面版本没什么区别了。唯一不好的是底部预测栏的位置还是空着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。底部灰色的区域应该是白色的，那才对。退出这个，看看其他的效果怎么样。看看这个老牌子 Ulysses 的表现如何。它本身可以隐藏底部预测栏，所以表现非常稳定，给用户打造一种完全沉浸式的输入体验。用户在里面只需要静心的进行写作。体验相当不错，退出看看下一个。打开熊掌记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在里面新建一个文档。输入文字的时候，看到底部的预测栏是消失的，这在外接键盘情况下，输入体验就好很多了。底部区域显得非常干净，输入文字的时候就不会再受到干扰了。把底部预测栏展开后，再看看表现。输入的时候，光标的地方有文字提示，底部又有文字提示，显得非常多余。你们可以感受一下。所以把预测栏最小化后，对于经常输入文字的我来说是最合理的。往边上一拖，预测栏就会最小化。失败了，重新再来一次。这样你就可以沉浸在写作的乐趣之中，不会受到更多的干扰。熊掌机这个软件对于写作来说颜值还是比较高的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 Ulysses。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最小化预测栏后，顶部的工具栏我感觉可以完全隐藏。好了，退出熊掌记，看看其他的。现在打开 Drafts 看一下，它的特点就是打开就是写，它应该是进入写作状态最快的 App， 这和它的名字非常相符。不足的地方就是最小化后的提示栏挡住了底部的工具，看来把工具栏放在底部很吃亏啊。右边的时候情况好一点。退出看一下 WPS 的表现。同样先创建一个空白的文档。现在开始输入文字。看来它对底部预测栏的适配有一个比较大的 bug， 前面空了一大段。这不应该啊，作为最好的国产写作软件。希望它能够早点修正这个问题。其他的方面还是不错的，打字也很流畅，有着丰富的中文字体，丰富的模板。退出这个国产之光，看看其他的 App。现在看一下 iNote 的表现。打开一个以前的文档，输入文字的时候，
底部工具栏一直保持在底部，很好。唯一的问题就是最小化后的按钮挡住了底部的完成按钮，完全展开时能够正确抬起。总体来说，对预测栏最小化后的适配还有待加强。另外，我发现它的工具栏过于贴于底部，这两者之间应该还是空有一点距离的。接着我们看下一个应用 Note 笔记，它的适配情况就比前一个要好一点。底部的工具栏与底部的返回键保持距离适中，但最右边的工具栏按钮有一部分被最小化后的预测栏按钮挡住了。左右拖动看看，效果还不是令人太满意，感觉这时候工具栏隐藏最好。输入时候的表现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就是预测栏隐藏以后，这种表现不太令人满意，可能使用者考虑的更多的是软键盘，希望他们也更多的考虑一下使用实体键盘的用户吧。另外发现这个 Note 笔记对于右键的支持还是不错的，上下文菜单非常符合我们对于右键的操作习惯。同样这一点在 WPS 上就做得不太好，在这里右键菜单就更符合人们的操作习惯，然后按手指出相应的关联菜单，触摸板右键出相应的右键菜单，手指出相应的触摸菜单，这个交互细节还是打磨挺到位的，非常喜欢这种设计。接着看一个适配不太到位的地方，打开这个 Notebook， 随便点开一张便签看看，看到吧，整个工具栏悬浮起来了，可能它是想和苹果的悬浮键盘对应吧。看来还没有适配，不论你怎么放，这个键盘这个工具栏还是悬浮的。接着看一下 Simple Note， 打开后进行输入，它底部没有工具栏，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适配的问题。接着我们看一下 Mention 的输入，个人感觉它是除了 Ulysses 以外第二个不错的中文马克档工具。它的输入体验可以说更优于 Ulysses， 另外它还有一种禅模式，可以非常安静的让你进入写作的状态。唯一让我觉得不方便的地方是它的工作区域切换过于复杂，操作起来没有 Ulysses 那么简单，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，切来切去让人有点头晕。接着看一下 Notion 的输入体验，感觉也不是很好，上面有一盘闪动，下面也在闪动，让人容易焦点失去，这样非常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。感觉这样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交互体验，希望它以后有修改吧。接着看一下这个我来，作为一款高仿前面那一款的这个软件，感觉用户体验也很不错。它输入的时候，底下的工具栏就不会乱跳，吸引用户的注意力，不过度干扰用户，不过度吸引用户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工具。再看一下这个名叫泰奥的编辑器，看起来功能实在太多，不会使用。由于它底部也没有工具栏，好像
也不存在什么兼容问题了。顺带看一下系统的备忘录效果到底怎么样。碰巧的是它底部也没有工具栏，看来也不存在任何问题。最后看一下 Pages 的表现，感觉这个应该是 iPad 里面输入体验最好的一款软件了。底部没有工具栏，不会造成任何冲突，而且底部的字符提示留开了足够多的空间。可惜这个软件不支持 Markdown 语法输入，但是作为 iPad 上的一款编辑软件，它还是相当称职的。它包含大部分编辑软件所含的功能，而且它还是免费的。在目前订阅制盛行的 App Store 里面，也算是不错的选择。看了这么多 App 在 iPad OS 15里实体键盘的输入表现，发现大部分还是把工具栏放在底部的 App 容易出问题，把工具栏隐藏或放在顶部的就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